昨天是9月17号，也就是农历的8月15，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举国欢庆阖家欢乐，其乐融融。而今天的日子呢，可能大多数的国人都忘记了，包括我在内今天一大早咱们在海洋所开了一家雅宾堂的一位，应该是西安一个当过空军的一个大哥旺仔老师告诉我，他说今天是国耻日，他将在9点18分呢拉响警报警示国人。我想应该记录这个时刻吧，所以说呢我就赶来了我现在前往那个雅宾堂它这个雅宾堂呢开在哪里呢？就开在咱们这个牡蛎欢乐城它的这个应该是北面吧那个门市那个地方我现在从这个地方进去，牡蛎欢乐城很快就到了应该就在这里了因为我曾经来过这个旺仔老师呢，他呢是一个军人有家国情怀，人非常正直这个免费把他积攒多年的数十年的这个展品在这个免费给大家展出都是军品进行这个军事普及教育吧。快到点了我赶到了咱们雅宾堂旺仔的雅宾堂。刘老师在吗？在来。你好，你好，你啥时候回来的呀？算是前天吧。前天刚回来前天刚。哎呦，我看你穿上这个人民空军的服装了。这个服装是哪个年代的服装这个呢，就是说呢，咱们退役以后呢，咱们自己着的装，它并不是部队里头这个标配那个我说这是你那个时代的装吗？还是哪个时代？那个时代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还有这个帽子还是歪的你怎么想的？这个就是说，你说要在这个918这一天你要这个拉警报呢，你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由来已久，这不是一年的事儿这已经很多年了。因为这个918事件呢，是个在中国历史上很重的一笔，也是中国人民记住日本这种对中国这种侵略这个民族这个上面来说的话，我们感情是很深的，记忆犹新。当年的话，918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侵略了咱们中国，从而发动了全面的对中国的进攻。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全国人民记忆犹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头呢，大家呢都是心里头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就是也通过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呢，来教育后人，要教育他们呢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对，这是国耻日。因为我在我的知识里，好像就是说918是1931年发生的，当时日本鬼子在东北，在东北叫沈阳事件对，也叫沈阳事件，好像是发动了这个炮轰什么这个是张学良的是北大营什么玩意儿的，就是说侵华战争开始，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拉开的序幕。对。为此呢，我是上个月我专门去一趟沈阳我专门去到沈阳我首先到了大连，看看咱们的104军舰104军舰和咱们103是母舰对，惦记它完了以后呢，我又看看呢又到了沈阳我看了一些那个日本的侵华一些东西还有这个，尤其是到了大连那个旅顺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遗址很多，我们深受教育今天通过918这个事情呢我一大早就开始做准备了都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是例行的我手持的这个呢是军用的手持警报器它是个防空警报也是过去吧70年代吧比较盛行这样的一个标配吧。好久没有听到警报声了对呀它的声音尽管不是很大可是呢咱们呢中国人民呢他的呼声高，比他还高就是振兴民族，振兴祖国，对，使咱们国家呢更加强大。
我就是说，我就觉得你有这个忧患意识啊，因为现在在咱们国内、国外的形势啊，尤其是国外这个形势非常的复杂啊，这个战争呢随时都可能爆发。对，所以说我们拉响警报也是提醒国人啊，不仅不忘国耻，还要警惕啊，要做好自己的这种防备吧。不做防备的话，到时候打过来会咋办？好，现在呢，我们就以警报来拉响，咱们对这个刚才咱们所说这个忧患的这个忧患意识对应啊，我们一定要呢有所准备，有所警惕啊，防备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可能出现的事情。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松懈这种警惕。对，是啊，快到点了吗？看看时间。刚才看了，我正在充手机啊，刚看了，正好就开始吧。开始，我见证了。我们就用这个手持式的军用的报警器，咱们来拉响。对，咱们警报。哦。这种声音我好久没听到了，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这种声音，经常拉警报。从亚冰堂出来啊，我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那首歌曲啊，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啊，918。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918，从那个悲惨的时候。918之后呢，中国就丢失了东北沦陷了。6年之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呢又发动了这个77卢沟桥事变啊，这个全面的侵华战争开始了。918之后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呢也就宣告开始了，反抗这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啊，一直到1945年啊，咱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才算胜利啊。45年的8月15号签订的这个条约啊，这个9月3号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的那个纪念日吧，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子的。今天呀，我们纪念这个日子啊，就是为了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啊，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要增强国防意识，这个以防我们国家和民族呢再次蒙受战争的苦难，再次这个经受这个异族入侵的这种灾祸吧。